那我们再继续看 3.4， 其实 3.4 你要说庸人自扰也是可以的齁。那因为我发现我在跟学生 meeting 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Composer 很好用没有错，嘿，那我拉一拉斗一斗的话，它就会变成是一个Qiskit 的 code 啊。那因为真正我们到开发大量的程式的时候，我们还是喜欢用 Python 来开发，就是说纯粹用程式码来开发。那这样可是刚刚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你可以看我再把工具这个没关系，我再来分析给各位看，就是说在工具的过程里头，好，我现在分析再把那个整个前情提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就是说在工具里面的话，我当初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如果把外面已经写好的Python 的 code 把它靠进来以后，那是不是它就可以很快 lay out 成一个图形给我？我的理想是我的理想是希望它能够 lay 一个给我这样，可是它不准我们干你可以看到 read only， 也就是说这一个区域你可以抠出去，但是不准能够抠进来。那这样的话就累了，就累了，所以我就开始就有些烦恼，那什么烦恼我们来开始分析一下。那这一段的程式码就不跑了，因为很容易，你们可以自己很快的跑一下。就是说在 from Qiskit to QASM， 就是说 in Qiskit design environment content lab or Colab build your content 这一个 program with the Python and then add one more statement print Q 就是说你就 print 一个这个 QC 点这个 QASM 那 then we can get QAssembly code。这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因为我们知道说 Content Lab 里面它有两个制作环境，一个是 Lab 的制作环境，一个是 Composer 的制作环境。我在讲到这边的话，大概很多同学都已经差不多很清楚了就是说 IBM 给的怎么样 Content， 它有一个 Lab， 有一个什么 Composer Composer， 但是一般从外面网络进来，我们都直接直接从这边进来，有没有进来？那就是说你可以点选它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很明显它是什么？它是 Python 的。那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偷懒这样，我就把它跑到哪边来执行，跑到 Colab 来执行，有没有？把 Colab 来执行，因为它都是 Python， 然后它底层都是 Jupyter。那可是这个时候就是说，好，假设我上课，我跑到这一段有没有？跑到这段程式码，那这样程式码，可是这样程式码的话，变成说怎么办？好，怎么办？这个你们可以去实习一下，因为这个我已经实习过了完全没问题。就是说，我就可以直接在 Colab 里面跑，就是说我在哪里跑呢？我就在这个地方跑，或者在这个地方跑，那多加一行指令，多加一行这个指令，多加这一行指令，这样好，那它就自动帮我们怎么帮我们印出什么 code 出来，就印出这个 QAssembly code 出来，它就当出这一个码出来。你们可以自己实验看看。我现在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要再啰嗦了所以等于是说，就把刚刚那一段程式码放在哪边跑，放在 Colab 里面跑。好，那跑完了以后呢，它就会产出这段程式码出来。那这段程式码有什么好处呢？你就把它 copy 到哪里去？你就把它 copy 到就是说你产生一个新的资料夹，把它清空，然后呢在我们的那个这一个 Composer 里头那把它丢到这个 OpenAssembly， 把它丢进去，它就可以跟你勒出一模一样的一个图形进来就是说还不错，就是说你可以把外面的程式码那透过刚刚注意因为这个当初我就说庸人自扰之就是说我发现我有一大堆程式码所以我要补了怎么样？补了这一个，注意要补了一个就是说我再把它讲清楚一下因为这个在我们在 meeting 的时候就跟学生要求，他们就也蛮厉害去找出来，就是说这是我的 Qiskit 的 code， 那我就这个从外面拿到以后呢，我在 Colab 里面跑也可以在那个Content Lab 里面跑也可以，一跑完就再多一行要 print QAssembly， 那它就怎么样？它就会跑出这段程式码出来。那这样程式码你就把它拷到哪里去？把它拷到这一个区域里面来，有没有拷进来里面？那它就自然就会马上产生怎样？产生对应的这一个图形出来，这样
这个还蛮好玩的，蛮好玩的。那 OK，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说我可不可以利用这个 Composer 帮我勒一个什么雏形出来？可以，所以我们就所以你看我的标题就怎么样 ，From QASM 好 to Qskit 好，那原则上我就说偷懒，我准备要到什么 Colab 里面去设计，好，就是说那 Colab， 所以我就怎样，我利用 Composer， 好，我们用红色会比较有感觉，好，我在那个 Composer 里头怎么样呢？我就拉，好，那拉他们叫什么？他们英文叫 wire， 我就是U 线那 wire 拉一拉，有没有看出来？拉一拉以后，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这一大堆什么？一大堆这个的程式码。那这个程式码，你就因为我一直在操作给你们看嘛，一直操作给你们看，你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进去点选这个 Qskit， 不是，就是说你刚刚拉的时候就这个码有没有？你就把它点到这边来，它的相对应的这一个 Python 码就在了，所以你就可以把它 copy， 因为它只有 read only， 你可以把它 copy 出来。那 copy 出来以后呢，就说你就把它 copy 出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从这个的这个什么这个选单上面有没有把它拉到这一个 Qskit 的选单里面，那就一大堆什么样 Python code， 就是你有一大堆 Python code 有没有 Python code 这样把它拉出来。那拉出来以后呢，就说你就这个就是这一坨程式码那这个我会附给你们，你们自己再去实验看看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要再实验了那你们就可以把它拉到哪边来？你就把它拉到那个 Colab 去跑，就跑 Colab， 跑出来的图形也是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继续再用你的 Colab 或者那个 Lab 再进去改它那个 Python code， 所以这个 Composer 其实是可以帮我勒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你进去再改，东改改西改改，这个是一个。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样？一个是我们在外面已经知道某一些 Python code， 我加一行 print， 然后就可以印出什么 QAssembly， 然后呢我就把它拉到这一个 IBM 的这个 Composer， 把它码一丢进去，它就帮我勒出来这样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想要设计一个框架，我就先到那个 Composer 里面去拉那个框架出来，那它就会对应它的那个 QAssembly， 那也会对应它的 Qskit code， 你可以把它 Qskit code 把它 copy 出来，再丢到哪边去？丢到 Colab 里面去跑，那它就有基本的样子出来，那可以去修，增补去修出你想要再继续开发的这一个出来，这样那最后一个，这个是我的一个挑战，万一你 from QAssembly to Qskit， 万一你今天什么工具都没有，你都是在哪里呢？你都是在 Colab，IBM 的环境都没有了，只有 Colab， 那怎么办？可是你又拿到一坨 QAssembly 的 code，那照道讲，我拿到 QAssembly 的 code， 我一丢到怎么样？丢到那个 IBM 的 Composer 里头，它就会呈现出那 layout 出来。那你也可以把它那个码的话，把它转到它的什么 code 那个content 的那个 lab 里头，继续编那个 Python。可是现在都没有了，你就发现人家突然送你一坨那个 QAssembly 的程式码给你，可是你想要在 Colab 继续开发，那怎么办？这样指令就来了所以 outside Composer design environment and only have QAssembly 的 code so in this time we need a directory to translate QAssembly to Python code and translate it inside Colab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补这一段嘛，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就把补这一段嘛就是这个是网络上有网红在讨论所以我后来我们就把它拿回来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补这一段嘛。有没有这一段码这样有没有补这一段码这样应该是对的了然后呢 from Qskit import Qser 把它画出来这个时候就这一段码就可以怎么整个就可以跑出来这样那画出来结果也是那转出来怎么样？就转出这个 we have 的 code in the Colab 所以前面这一段是怎样？就是说我们 QAssembly 的 code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把它重跑一遍那这个当然是万不得已的这个我实验过没问题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run the above code 所以最后就整个的跑出来结果是一模一样的layout 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你今天只有一坨怎么样？一坨人家给你的那个 QAssembly code然后你也想把它画出来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指令的方式来跑这样
所以原则上这一节是我庸人自扰，然后就是说，其实我们开发者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麻烦。出门的时候，这个工具 A 也没有带齐，工具 B 也没有带齐，然后这个调东调西。那可是如果你变革管理的话，你要怎么办？调东调西怎么办呢？也是要把它跑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说，当初我在 meeting 的时候跟学员讲说，万一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办？那他们也还蛮厉害，去网络找到这些可能的那个 code 附加的 code 出来这样哈。所以我们这一章就是说，已经完整的也应该是差不多了。把 Composer 的一些功能那跟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更复杂的功能，当然就是以后各位在执行的时候自己再怎么样再去意会再去操弄这样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先带着各位先进入这个入门让各位达到一定的这个认知的一个技能的部分的一个涵养这样好，那我们第3章就先到这边。